到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啦。到奥林匹克国家公园了，上面那个看不懂的文字是他们的古印第安族的语，因为这边以前也是印第安人的部落，它也是我们国家公园之行的第38个国家公园。飓风林，哇，今天有开耶！其实，在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啊，最著名的景点就是这一个飓风林。哇，这边的海拔很高，快要到5200多英尺了。在这边啊，可以看到周围的一些高山，风景非常的壮观啊，很漂亮哦。所以啊，这个是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里面最热门的景点之一。而且现在开始下雪了。虽然是夏天，我们却身在冬天。啊，这里就是之前被烧掉的游客中心的地方，现在已经夷为平地了。啊，现在大雪纷飞啊，又开始下雪了，很冷啊。本来以为这边只有一条 trail， 刚刚才知道原来它有好几条 trail。然后这边有一条路是可以连接好几个 trail 的。所以我们就来走一走。哇，有步道可以走耶，太开心了！这边走在像童话世界一样的 trail。哇，你看这个雪这么厚这么高，这条路已经不能过去了。可是还有另外一边是可以走的，我们去走另外一边吧。哇，这边真的是好像在过耶诞节的感觉哦。上面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风情。刚刚那条路大雪封了，所以现在要换另外一条可以走的路。不晓得可以去到哪里，先走走看吧。哦，这里有一个制高点。我们刚刚车子就从那条路一路过来的，然后往那边去是停车场。我们现在走到大概1/3左右吧。这边旁边已经白茫茫的一片了。飓风岭由于受到风雪的影响，每小时会有超过75英里的阵风吹拂着山脊，所以才取名为飓风岭。这里每年冬天还会降下30到35英尺的积雪，因而即使在盛夏，也能看到远处层峦叠嶂、被白雪覆盖的雪峰。我们现在去前面看看前面的路还能不能走，因为这边都是雪，也看不到路，可不可以走？其实这条路有点滑，它已经被大雪覆盖了。我们慢慢走过去看看。哇，这里有个牌子，我们来看这里是哪里。哦，这边回停车场，然后这边有一个 sunrise。我们后来还是看旁边有一条没有雪的路，我们就走进来了，因为我们觉得这山脊线太漂亮了，要拍一下。可是再往前可能就不敢过去了。哇哦，你看这条山脊线，好美哦！啊，来是值得的。我们要开下山啦！你看，现在开始起雾了，整个山谷云烟缭绕，好像开在仙境里一样。哇，这边中间有一个 point 是可以看到冰川的点，刚刚在山上没看到，反而在山下看到了。这边前面啊，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加拿大哎。路边发现一只小鹿。你看它长得好像小鹿斑比哦，好可爱哦！我们现在要去走这个 trail， 这个 trail 1.1 迈是可以去看一个这里还蛮有名的景点，叫魔鬼的大酒杯。那边也是会穿过新月湖，到一个比较里面的地方。第二次遇到那个 trail 是可以脚踏车跟人一起进来的。它这个步道很宽，
感觉一辆汽车都开得过来。哇，这新月湖的湖水非常的清澈，非常的湛蓝，很漂亮。哇，这个步道也全部都是这种苍翠的大树。然后你看，已经春天了，所以这边新芽已经发出来了，就很翠绿。哦，这边会经过一个隧道，哎，不晓得是不是把步道分起了？好像我们要走的是不能过那个隧道的哦。这边就叫做魔鬼大酒杯。哇，这个颜色好漂亮啊！颜色非常的湛蓝，很漂亮。你看这个，最深的地方，190公尺的地方，就是这里。魔鬼的酒杯的最经典的一个桥景，然后你看它两边的湖水，好漂亮的颜色哦。这座美丽的桥横跨湖面，桥的左侧是广阔的新月湖，右侧是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里最著名的魔鬼的大酒杯。因为这里拥有美丽清澈的蓝绿色湖水，非常的纯净，颜色极蓝，非常好看，所以也是当地最受欢迎的游泳和悬崖跳水地点。哇，有人跳下去游泳哎，然后一直说好冷好冷好冷，真可爱。美国真的是对狗很友善、很友善、很友善的一个国家，不管到哪里都是带着狗狗出去，有好多个狗。我们现在要去走新月湖的玛丽梅尔瀑布这一个步道了。哇，这边停车场不大，车子很多，所以马上停满了。我们停到旁边另外一个空地上面去。哇，我们现在在这个玛丽梅尔瀑布的步道里面，你看这个树已经有一点温带雨林的感觉了，全部都有长上这个毛茸茸的绿色的须须。好，我们走这个小涵洞。哇！你看这棵树上面布满了整个的都是那个苔藓。哇！从这边走。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啊，因为它的山脉接近海边，所以它的山脉会阻挡从海过来的湿气跟水汽，所以就造成在山的另外一侧就会有大量的降雨，就造就了这个温带雨林的现象。啊，这些森林啊，就因为雨水的滋润，就会长成温带雨林的特色。所以在这个高海拔的西雅图啊，竟然你看就会有冰川啊，跟温带雨林跟海洋同时存在的现象。你看这棵树，一半已经倒了，你看它只剩一半的树干，你看还是一样活得很好。啊，好特殊哦！你看它剩一半的树干而已。哇，这边有一个小的独木桥，好特别哦！它真的是只能一个人过哎。你看这个好复古的独木桥哦，一个人的独木桥。好，在这个步道的一半就可以看到前面就是玛丽梅尔瀑布了。这里就是玛丽梅尔瀑布。真的是还蛮壮观的，尤其现在是融雪季，水都很丰沛。在这一个长满苔藓及蕨类植物的峡谷中，沿着福尔斯溪冲出悬崖上的缺口，奔腾100多公尺高的壮观瀑布，便是眼前这一个极受欢迎的玛丽梅尔瀑布。好，我们现在下到新月湖的下面了。你看这边已经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点那个冰川流下来高原湖的那个
颜色了，这是有一点像牛奶绿的颜色。哇，这新月湖很大很大，然后形状是像一湾新月，所以才叫做新月湖。这个湖它位在一个冰川切割的山谷当中，所以它是一个冰川的堰塞湖。湖水非常的纯净哦，非常的干净。你看，颜色好漂亮哦，颜色非常的湛蓝，很漂亮。好，我们现在到这个索尔德温泉这边啦，它有好几个步道，我们走去看这个瀑布就好了，短短的。好，走。然后其实这边是一个温泉，可以泡温泉的地方，而且听说价格也不贵。但是因为我们台湾已经有很美丽的温泉了，我们来美国就对泡温泉没有兴趣了，所以今天就不会去泡温泉。等一下我们就往那个福克斯小镇前进了。你看这个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的，就是啄木鸟啄的。下面那个小溪的石头都长了青苔了，就变一颗一颗一颗绿色的石头。哇，好像那个宫崎骏的电影哦，里面有那个绿色小精灵居住的森林。这边树真的长得比以前的地方都要高，又高又大。啊，今天都走在森林里面呢，今天吸了满满的森林芬多精。哇，这个溪流已经很急了，那个水流。哦，有听到瀑布的声音呢。哇，这个瀑布真的不是盖的，非常值得来看一看。哇，它飞腾的好厉害哦，那个水花溅起来都变成白色的云雾了。我们来到索尔德瀑布啦。索尔德啊，在印第安语啊叫做冒泡的水，就是温泉的意思。这边短短的，也很漂亮哦。哇，它冲击下来的水也是那种苹果绿的颜色，哎，就是那种高山湖泊的颜色。我们来到福克斯小镇啦。这个就是《暮光之城》的剧本设定的女主角住的地方。今天来看女主角住的地方，明天来看男主角住的地方。这里啊，就是里亚托海滩。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啊，真的是范围太大了，除了有山有湖，竟然还包括海洋啊，真的是太夸张了。我们到里亚托沙滩啦，这边最著名的就是有很多这个漂流木，还有它是黑沙滩，就是很多这种黑色的鹅卵石，然后还有那些漂浮在海上的小岛，有没有很特别？从海上就冒出这么多小岛来，然后本来那边如果退潮的时候，那边还有一个海石洞可以过去看的。不过今天你看这边涨潮，没办法了。哇，这边漂流木太多了。哇，这颗漂流木的颜色好像我们台湾那个家具行在卖桌子的那个颜色。在里亚托海滩啊，就是要看这些从海洋中升起的这些巨大海石柱，看着这些古老的岩层啊，然后耳边传来这些海浪拍打的声音啊，真的是非常疗愈。其实啊，这边最著名的是观看日落，不过啊，今天天气不好，应该是看不到了。可是你看沙滩上这些散落的枯树，好像天然的艺术品哦。搭配空气中弥漫的白色雾气，有一股狂野不羁的气息。我们到后雨林啦！你看，现在才早上7点半，你看停车场就已经停满了这么多车子，好美啊！然后游客中心旁边就是它的 trail 的入口，这里有好几条 trail， 我们去走这个最著名的这个，它是0.8迈。哇，入口的第一颗就这么大了。
这边的大叶枫非常的雄壮巨大，听说华盛顿最大的一棵树也是在他们的其中一个雨林步道里面。可是因为我们没有要追求第一，所以应该不需要跑这一趟去看了。你看这个河水好清澈，好清澈。苔藓，你看，这在水里面哦，这么的清澈。就是我们这个步道，它就是从这边进来绕一圈，绕一圈出来，这个是出口。然后这边进来会有一个告诉你说弯位要从这里进去。因为这条 trail 很有名，一定要来的，所以好多人哦，好多人已经开始走了。每一颗都拍不到尽头，头都快要仰到变90度了，才看得到它的顶。霍雨林啊，是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里面最典型的温带雨林地貌，也是现在美国保存状态最好的雨林之一。霍是印第安部落的名字，它的意思就是快速流动的水或者是雪水。在这里啊，就像是置身在绿色植被的世界中，除了有种类非常丰富的蕨类，你看还有树木上的苔藓。而且这些披挂在树干上厚厚一层的苔藓啊，就好像长了一层绿毛哦。远远看有些诡异，像好多绿色的大毛怪要扑过来一样。哇，真的好丰富的雨林生态哦！所有你想象得到的，在这里都有。然后我们今天到那个《暮光之城》男主角的家了，他就是住在这个霍雨林里面，常年不见天日。都是阴天，很适合吸血鬼生活。哇，你看前面的苔藓已经下垂到变成一个布帘了。那你看这一棵树的树根，好特别哦，裸露出来，你变成这么特别的，像艺术品一样。它以前啊，如果没有被踩的话，是这么绿，地上都有苔藓的植被。因为太多人要进去跟它拍照了，所以这个地，你看那个。地上都光秃秃的了。哇，它们这种树种很奇特，就是它们在整个树干上都会长满了那个树枝出来，就会像长了好多手，然后又披上那么多层的那个苔藓，整个就像绿手怪。哇，在路边发现了一棵倒下来的树，它上面竟然长了香菇哎！这个也是那个温带雨林很特殊的情况。就是倒下来的树木上面都会长香菇，很特殊哈。是11颗耶，不是鹿耶，是11颗耶。对呀。你看，在这个路边河的旁边，哇，长了一排好漂亮的紫色的花哦。哇，真的是很漂亮！哇，我们到啦 Ruby Beach 红宝石沙滩。好，我们下去看看。我们昨天从里亚托亚望过来的那个海上的小岛，现在就近在眼前了。而且现在退潮哎，会有那个海葵啊、海星什么的，我们去看看能不能找到。天哪，这整个沙滩都是漂流木。这里的漂流木很壮观哎，然后很多是因为森林大火被烧掉以后，然后可能再一次的风灾或是什么的，把它冲刷到这里来了。你们看，在这边旁边有形成一个小湖，不晓得那个水是从哪里过来的，然后那个水会有一点暗红色。这边之所以叫做 Ruby Beach 啊，红宝石沙滩啊，它是因为这边的沙子里面有那个红色的结晶，你看这个河水才会变得有点红褐色的。你看，这就是海石洞啊！只有退潮的时候，这个海石洞就会露出来，很漂亮的一个海石洞哦。我们现在可以穿过去，我们可以穿过去看看。哇哦！
那你看退潮之后，你看这个岩石群就露出来了，还蛮漂亮的这个岩石群。哇，你看退潮之后就可以走到这个小岛上面去了。哇，很多人都走过去了。哇，今天真的是退潮哎！你看，竟然可以走到这么海里面来。然后刚刚汇流进来的河就在那边，而且它流得很急哦，就汇流进来了。它这边就形成一个天然的渠道哎。它就这样汇进大海了。哇，这里有一只大海星，它躲在那个缝里面，而且它身上有斑纹。哇，你看这个礁石，它上面的那个贝壳。哇，浪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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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到那个卡拉洛克沙滩，因为我们要来看那个生命之树，就找那个卡拉洛克的那个露营地，就可以到这边。然后还有一个免费的停车场，还蛮大的。然后听说那个生命之树是离这里最近的，不然其实你也可以在别的沙滩走过来，可是就会有一段距离。然后这一样是退潮。可这一片的枯木就没有那么多，漂流木就没有那么多，漂流木比较集中在前面那个3号、4号海滩那边。这里的海风啊，就是这么大，你看树都被它吹得变形了，都歪腰了，歪到右边去了。然后我们要拍的生命之树就在前面，很多人在排队那边，这里就是生命之树的地方。来这里啊，这个最有名的就是这棵生命之树。你看这棵生命之树啊，它的根啊已经吃不到土壤了，它的根已经无处可去了，可是它还是在呼吸耶，这棵树还是活着，哇，真的是好神奇哦！你看它已经变成这种状态了，在那个海边的强烈的海风吹袭之下，它还是屹立不倒哎，真的是很厉害。2号沙滩这边，你看这边也有一棵长得很像生命之树的形状的树，然后它那个步道下面下来都会用漂流木摆的一根一根，让你清楚知道你的出口在哪里。这边沙滩很长很长，其实你可以走很远，走到红宝石沙滩都可以。哇，这边的漂流木都是白枯色的，然后旁边有人挖了一个好大的沙坑哦。好厉害哦！怎么挖出来的这么大？那你看这边整片的，全部都是漂流木，一堆。然后还有人会把它堆起来，做那个 TP 的造型。